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到，怪人协会抓走了英雄协会干部的宝贝儿子，也从帮雇几人手里救走了恶狼。如果不算上奇遇随手干掉的豪杰几个龙级怪人，怪人协会此次可谓是啪啪打了英雄协会的脸，英雄协会势必也会有所行动。到这里，动画2季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，接下来将进入后续漫画的解说。一场史无前例的英雄和怪人的大决战即将展开，究竟是人类一方的 S 级英雄更强，还是怪人一边的龙级干部更胜一筹呢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怪人协会随着蜈蚣长老被干掉后，渐渐沉静了下来。英雄协会高层们也终于松了口气。当然，一拳秒杀蜈蚣长老的战绩也意料之中的归在了 King 身上，所以其余又白打工了。另一边，高层们正在对恶狼的存在进行讨论。虽说本质上他还是个人类，但却仇视英雄，并且拥有着能对抗 S 级英雄的恐怖实力，所以最终还是被定义为了龙级灾害。关于恶狼的讨论就此结束，因为他已经被银色獠牙打成重伤，对接下来的行动构不成威胁。那么把爆破找来吧。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，但立刻就被驳回了。爆破虽说坐着英雄排号第1的位置，但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英雄活动，协会并不能命令他，只有在人类真的需要他帮忙的时候，他自然会出现。话音刚落，一道粗话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：现在就是那个时候。这位浓眉糙汉便是被怪人掳走儿子的协会干部，也同样是英雄协会的投资人之一，正责问着在座的干部们为什么还不去救出他儿子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被呵斥住了。这时，一名右眼戴着个奇怪装置的西装男表示，他们可以保证肯定会救出令公子的，但是现在正在确定敌方的基地位置，一旦确定，立刻开始营救行动。他便是此次行动的指挥。很快，在附近执行任务的 S 级第2位站立的龙卷、第10位诸神和第11位超合金黑光已经收到传呼赶到了基地。怪人协会的位置则由 S 级第5位的天才少年童弟在寻找。一到基地，傲娇的龙卷就不高兴了，毕竟除了神秘的爆破之外，他便是协会排号最高的英雄，但每次都被叫来对付一些小角色。这时西装男脸色一沉，随后告诉几人，请不要小看此次的对手。因为就在昨天，驱动骑士就是因为对自己太自信了，孤身一人提前踏入了那里，但直到现在都没能联系到他，可以认为他已经被干掉了。驱动骑士怎么说也是排号前10的英雄，竟然连消息都没传回来就挂掉了。龙卷也不再挑刺，只是让他赶紧把人召齐。此刻其他社的传呼的英雄们也都在陆续赶来。S 级第4位剑道宗师原子武士带着徒弟已经赶到了基地，身边的3位徒弟也不是弱者，分别排在 A 级第2、3、4位。但尽管如此，也遭到了这位同一时间赶来的偶像歌手的嘲讽。作为 A 级守门员的甜心假面毫不忌讳地表示，别让你的几位不合标准的徒弟去送死了。而原子武士也不落下风地回应道，放心吧，在你这个偶像小子陷入危机的时候，我会嘱咐他们救你一命的。两人互相打了嘴炮，差点就直接动手了。另一边 S 级排号最后一位的性感囚犯也被特许出狱，在临走前被狱警告知，前不久他不在的时候，区区一名猫型怪人就将一大部分囚犯变成怪人带走了，这令他非常不爽，发誓一定会替他们报仇。与此同时，一条家具街上 S 级排号第8位的僵尸男出现在这里，因为之前碰到了进化之家的大猩猩，误以为是怪人协会的，所以一路尾随到这儿，还以为是找到了怪人的老巢了，但估摸着进化之家又要背锅了。总部一边，童弟找借口将身边协会的人给支开，按下了桌上的按钮，联系上了金属骑士。原来金属骑士一早便驾驶机体进入过怪人协会了，但却被怪人王大蛇一击连带着自爆装置都瞬间摧毁了，所以他并没有告诉童弟怪人协会的位置，因为如果告诉他，所有人都会因此送命，并且不止怪人协会这个节骨眼，其他对世界虎视眈眈的邪恶势力他也要提防。最后让童弟小心身边的人后便挂断了，看来金属骑士是指望不上了，怪人协会还是得由他自个儿来找。而另一边，因为手下被姐姐打成了重伤，吹雪准备把这里当作新的会议所。可谁料其余的小屋子里已经塞满了人，这次不仅是 King， 就连银色獠牙都在这里，着实令他捏了一把汗。看着杰诺斯和邦古一身伤痕，想必是碰上了强大的敌人。再看看奇遇，这家伙跟个没事人一样，还在上上下下左右 BA， 这下他受不了了，这都啥时候了还在玩游戏，难道不知道协会的作战计划吗？但在场的3位 S 级英雄都摇摇头，因为之前和蜈蚣长老的战斗将通讯器弄坏了，所以并不执行。哦对了， King 是因为奇遇出拳的冲击波搞坏的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吹雪便开始了作战计划的演说，但说了半天似乎并没有人搭理他。
因为在场的几人除了祁煜，都是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的。如果怪人协会那边还有不亚于蜈蚣长老的怪人，那就麻烦了。更何况饿狼还被抓走了。说到这儿 ，King 补充道：“哦，对了，祁煜先生，你恰好和你想见的那个英雄猎人擦肩而过了。听说他又狩猎了很多英雄哦。”不可原谅，竟然狩猎英雄，而且竟然不来狩猎我，就因为我是秃头披风侠吗？可祁煜不知道的是，那天饿狼是有碰到过他的，但还没看清脸，就一脚给踹飞了。一股耻辱感驱使着祁煜穿好了装扮，说什么都要找到那个叫饿狼的家伙，顺便买个白菜。而另一边，浓眉干部指着身前的一队人训斥着：“英雄协会那帮人是指望不上了，所以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这套战斗套装可是花了大价钱搞来的，可以令你们超越职业英雄的力量，快去把我儿子带回来！”于是，这帮杂鱼兵团作为了先锋队，赶在英雄之前就前往了怪人所在的废墟城市。画面一转，饿狼猛地惊醒，周围的环境令他很陌生，身上也被缠满了绷带。桌上的纸条是留给他的：“欢迎来到怪人协会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希望你清楚是我们救了你，所以不要胡闹，乖乖待在这里。现在的你需要一个容身之处。”饿狼大致明白了，原来此刻他正处在怪人协会的内部。他可不管这些，现在他需要吃点东西，不然身体恢复太慢了。顺着一条漆黑的走廊，似乎只有这么一个出口，空气中混杂着血腥味，而且安静的可怕。突然间，前方传来了一帮人的喊叫声，走近一看，竟然是一帮人类在哭喊着向上方的怪人求饶。看穿着并不像是英雄，应该是雇佣兵。没错，这帮人正是浓眉派来的先锋队，此刻正哭爹喊娘的向怪人求饶。说实在的，也不怪他们胆小，只是眼前的场景简直就像地狱。他们就像待宰的羔羊，上方围满了饥肠辘辘的怪人，喧嚣着要将他们生吞活剥了。将他们从地面上抓回来的并不是怪人协会的，而是来自其他组织，特地来协助怪人，灾害等级为鬼级的机神祭物。大众眼也看出了机神应该是远程操控的机器人，提出想和他背后的人对话，但并没有得到机神的回应，他便不再追问，只要能利用上就行。一旁的饿狼将这一幕尽收眼里，但实际上早已经被大众眼发现了。一道凭空出现在脑内的声音告诉他再稍等一会儿，这便是大众眼的能力念动力。接下来便是商讨如何处置这些雇佣兵，但话音刚落，就有怪人按耐不住冲了上来，一副饿坏了的样子。突然间，一把刀力劈而下，将几名怪人一分为二。我已经快到极限了，就要抑制不住冲动了，太想听他们的悲鸣了。有着特殊癖好的切割王，不仅人类，就连怪人都很怕他。但饿狼也算是看出来了，就连这种疯子都能存在，竟然还没有发生暴乱，这就侧面表明这里的老大拥有着绝对压制他们的力量。再回想那只巨大的蜈蚣也是听从命令的，就更难以置信了。就在切割王准备动手的时候，机神却说道：“这些人所拥有的战斗套装性能非常高，应该有利用的价值，并且除了他们自己，其他人都没法使用。”大众眼一听，既然这样，就留他们一命吧。但切割王就不乐意了，声称这些人已经被吓破了胆，根本就是废物，还不如死了呢。说着就要动手，突然间一道带刺长鞭勒住了他的刀，原来是调教狂魔鲁 S。这些人可是上好的奴隶，大众眼也开口让切割王把人让给鲁 S。接着一顿鞭策后，一帮人全都暴衣狂化，看样子实力都不弱。处理完了这帮雇佣兵的事，切割王显然不太高兴，但一早他便发现了这里还藏着人类的气味。他转身冲着饿狼躲藏的方向说道：“我早就发现你了，滚出来吧！”饿狼也不怂，直接走了出来。刚在外面看不清上方的情况，这一进来他才发现这里竟然坐着个体型巨大无比的怪物。相比之下，在场的怪人都像蚂蚁一般。开门见山，饿狼直接问道：“想让我做什么？”大众眼也不忌讳，直接道出了怪人协会目前的情况。灾害等级鬼以上的怪人，经过前几天的战斗，只剩下不到30名了。但就算这样，也稳操胜券。只是现如今他们所欠缺的是领导者，所以想让饿狼成为怪人协会的干部。话音一落，一只长得跟个橡皮泥一样的怪人插嘴道：“一上来就是干部吗？条件这么好？”大众眼回应道：“像饿狼这种反英雄思想的强者，又敢于挑战 S 级英雄，简直太理想了。”但随即话锋一转，但大蛇陛下提出了一个条件，也就是需要你来证明你自己是真正的怪人，所以给你1天时间带回英雄的首级，无论是谁都行。这样的话，其他怪人就没话说了，只要能毫不犹豫地杀了英雄，就和怪人没什么区别。饿狼也没说什么，便离开了，算是默认了。但大众眼还是不太相信他，派出了切割王和同样是鬼级的虫神前去跟踪他。
那么自称英雄猎人但从未下过死手的二郎，究竟会不会对英雄下杀手呢？而大战即将来临的时刻，齐月又在忙些什么呢？那么一拳超人漫画第1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想接着听请您讲解后续剧情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，在这些地方也能看到其他视频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